Hello，大家好啊！这次啥的新皮肤，这期我们就来看是吧？侠绝活哥的一个兑现情况，还有他的出装符文搭配。侠这种靠平 A 打输出的，所以不用看的啦，肯定就是吸血、饮血，然后火炮，增加一个输出范围。然后像这种对面没有太说回血的话，就不用说急着第一件就要去做那个小的那个制裁，直接选择先做那装备。这里面一级锤石失误被对面打了一套，必须得回家补状态。这版本远程的那个输出确实爽一点，远程的那个输出辅助会爽一点。近战的话，像锤石啊这些，不能有失误，他们就是怎么说呢？必须得扛住，不然尴尬的就难受了。这里的话，对面有卡玛这种手长可以消耗，必须得控一下线。杰在这边站岗，所以对面也不敢乱来。像那个训任的话，我觉得吧，就是得看情况出，也可以提前出。如果说你的输出环境特别好，你觉得你的阵容特别舒服，你想要打的伤害更多，想更早的提高上限，那你就可以第二件就出训任。如果说你的输出环境特别差，你就根本就进不了场，那你就必须得想着说先做火炮，让自己移速和攻击距离提高，对吧？这就是看你的灵活变化的，因为出装不是说不是就是玩这种游戏不是说套公式就可以百试百顺。如果人家就有对策，就针对你，你还是这样子去出训练，进场就死，那就两码事了，对吧？那句话，人不行，不能怪路不平。这里的话没办法，大家在上路，那两边李锦那个韩边还在下路，他们想去抢那个辅助已经往上靠了。这里的话吃一下中路的兵线，这里韩边没来，那肯定就可以打的。韩边来了的话，估计还比较难打一点。这里往中路推一推，然后回来下路推一下兵线，
就寒冰这刚刚那波其实就是寒冰失误了，这就是单排里面怎么说呢？看状态了，看你的意识好的话，其实还是能压着绝猴哥这边打的。这里面就是绝猴哥意识好，辅助跟那个射手能协调。刚刚那一局，刚刚那第一波团怎么说呢？就寒冰给个大招，其实是不太前期大招，虽然是能控住，但队友伤害不一定够，就有可能会进行反打。像射手这边赶到以后，就完全打不了了。这里的话，6分钟前做出了银血，那这样的话，下路肯定是有优势的。在龙团那个优势团的话，是完全没什么大问题。这里的话，中路龙南过来，哦，被勾过来，刚好空了，大招。那这样的话，小龙是可以拿下来的。这个盲僧还出现了，这里快速把兵线一清。杰的话血量不是很健康，这里踢到4个人，盲僧在上面，这样的话得控一下龙，不能着急。有倒钩啊，可惜这里面就是杰开局被那个切到了。杰被切到了，然后那个谁锤石的位置也太靠前，所以一直在被输出。那这样的话，来到了经济是对面拿回来的，还是比较持平的一个状态。啊，这里面把先锋给抢下来了。这里面的话，霞必须得去补一个经济，就没去打团了，因为拿完龙团其实该拿完先锋就该撤了。队友没撤的话，那也没办法。这里中路是守不住了，3座外塔应该都要掉。哦，这里面还好，射手进化解掉了，可以一个选择倒钩，哎，可惜被控了。这里面的话没有选择给太多的那个倒钩伤害，刚刚是已经倒钩完。其实他可以慢一点，然后再有大招，问题不大，就算被控制了没关系。
我感觉绝猴哥这边的话，他玩侠不是特别喜欢玩那种倒钩流的玩法，而是喜欢那种平 A 不输出那种方式，就不太喜欢爆发那种。就侠的话有2种玩法嘛，一种就是像他这种根据羽毛来增加平 A 的普攻伤害、额外伤害，然后就是有那种比较喜欢看就是看阵容、看位置去拉倒钩，打一个爆发伤害的。这样的话，侠的伤害是起来了，对面也不敢随意开团。中路是有眼的，他们的位置是对面看得到的。剑姬在单带，那这样的团其实不是很好开起来。哦，杰把对面王生给单吃了。那这里有伤害，完全不怕。只要有绿弓的话，有那个绿弓破甲弓，完全就问题不大。不怕打不出伤害，那这样的话可以轻松拿下这条龙。感觉像这次的水晶玫瑰皮肤，我觉得侠是真的也不错，手感很好，看起来特效也很爽的特效。哦，还有一个就是，我在女警那个视频里面说到了几个皮肤，忘了一个，还有个卡萨。卡萨也算是，我感觉就是那个女团的那个换皮。就感觉但手感上的话跟那个女团的差不多，你可以选择用女团，也可以选择用那个水晶玫瑰的卡萨皮肤。但你说要强行去抽的话，我还不如选择用女团的，女团的好看很多，特效也很爽。这里的话有大龙做一个推进。你把高地推掉2座塔了。有离开吗？以为就一个锤石，想太多了，想太少了。
还不赶紧跑。像这种外塔其实已经守不了的这种劣势。那这样的话，看看能不能把高地全部推掉。推掉以后呢，哟，这里面直接开团了。那这样的话，想把塔先 A 掉，但只能等下一波兵线，然后把人全部杀掉，剩下一个卡玛，直接一个倒钩收掉。那这样的话，这局就轻松拿下。欢迎大家的收看咯，拜拜。